诸位皇子来往，如今旧令重申，以示警戒。是。对了，你常在宫中走动，嘉贵妃赏赐福晋命妇，怎不告诉朕？后妃赏赐命妇是常事，若不事先亲往福晋来告诉皇上嘉贵妃所求，奴婢也无从察知。两广总督进献，一份到了朕这儿，一份到了嘉贵妃那儿。那些封疆大吏们都怎么看待永城的？您怎么看待四阿哥，朝臣们就怎么看待四阿哥。皇上下这道旨意，是专为提醒四阿哥的。结交官员、私立群党，是皇上最忌讳的。如今皇上这般警醒，但愿永臣可以恪守皇子的本分。前段日子四阿哥风光，五阿哥却被皇上冷落。不过幸好，五阿哥得了太后青眼。永吉本就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太后在宫中辈分是最高的，永琪孝顺太后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。嘉贵妃母子眼里只盯着皇上，却无视太后，失了皇太后的顾惜，得不偿失。诸贤生养恨融融，长叹空随几阵风。哟，从哪里听来的戏文呢？酸溜溜的。你天天在宫里当差，留我一个人在家，你有什么好长吁短叹的呀？是你是殷勤，可你总得顾着家里吧？从咱俩成婚以来，你回过几次府里呀？我是御前伺候的人，自然不能常常出宫来。反正我是看出来了，就算你人在，心也没在。你我成婚2年多，为何你总是不称心呢？你要么得功名利禄，让我享受荣华富贵；要么经常回来陪我，事事由我做主。你不过一个小小的侍卫，又不能经常陪我，我自然心里不乐意了。我娘，这皇阿玛怎么好端端的突然不理儿子了？儿子啊，你若是太出挑，背后诋毁你的人就多了，别放在心上，谁还没个起落呢？可皇阿玛对儿子淡淡的，我心里也没个着落呀。额娘从前也失过宠，凭着你们几个孩子就还能再爬起来，一时被冷待不要紧，你是皇上登基后的第1个皇子，是贵子。只要嫡子没长大，你好好表现，咱们就还有机会，千万别灰心。我是不会灰心的。咱们母子费了多大力气才爬起来，万不能再沉下去了。儿子明白。这些皇孙里，就你最愿意陪着哀家，心也静。皇祖母不嫌孙儿愚钝就好。进了吧。奴在请皇太后安，请五阿哥安。起来吧，何事？木兰围场进献了数匹刚驯化的野马，养入御苑。皇上请五阿哥过去。年轻人喜欢这些，去吧。那孙儿就先告退了。好马。这些驯马师也真是无用。草原上的马再烈，打也打服了。听说诸位阿哥们都善于狩猎，若是这马驯不服，一箭射死也便罢了，是这样吧？
影娘娘这话便差了。野马虽然难以驯服，但若是都一箭射死，哪还有好玩的供给宫里啊？四阿哥的意思是，你能驯服得了这野马，是吗？草，鱼，乖，来，乖，听话。四哥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四阿哥真不错，还真有皇上平定天下、驯服四海的模样。永成啊，这野马倒是很听你的话呀。乖。皇上，这野马的脾性，四阿哥是最为熟悉的。听话。每年秋显之时，四阿哥都会亲自来木兰围场，喂养那些新驯的野马。围场进贡的这些野马，听说连最好的驯马师，也得驯很长时间。听话，乖。吃点。永成，站在那儿做什么？快回来！永成在那喂马喂得好好的，你叫他回来做什么？是，臣妾怕他被马伤着了。凌云车，微臣在。你说永成每年都会到围场跟野马亲近是吗？是。微臣在木兰围场当差的那段时间，曾经亲眼所见。后来陪皇上骑马打猎，也见过几次。四阿哥，真是天赋异禀，常人难以企及啊。乖。乖。驾。凌云车，微臣在。当日在木兰围场，你救朕的情景，你可还记得？如此情急之事，微臣当然记得。四阿哥和五阿哥及时救父，实在是英勇。他们英勇？是。五阿哥用血肉之躯，替皇上挡住了发了性子的野马，是奋不顾身的。而四阿哥也实为敏捷。微臣记得，当时微臣在林子里遛马，无意中看见皇上一进了林子，四阿哥便跟了进来。微臣想，他可能是在找您吧，所以皇上一遇险，四阿哥便出现了。永成就这般扣得准时机。珠儿怎么了？自从御苑回来后，您就一直愁眉不展的。一心想永成出挑，可如今又怕他太出挑了。他怎么能表现出对野马习性的熟知呢？皇上最是疑心，如今对永成也不如从前那般喜爱了。您别太担心了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永璇呢？永璇在哪？不是在偏殿睡觉吗？你看我，不行，光一个永成还不够，永璇也得讨皇上喜欢。本宫的3个皇子里，必须得有1个是太子才行。
那你也得先顾着四阿哥吧，毕竟四阿哥最年长。本宫得给王爷写封家书，让他勤俭执政，竭尽所能的为大清效力。家书出去前，皇上定会过目，他肯定会明白您和母族的心意的。只要皇上认为御史忠心有用，就不会怠慢我们母子。我还要让王爷请求皇上，让皇子出使御史。若皇上派了四阿哥最好，这样四阿哥就能和御史亲近；若是不派四阿哥，那必定会派五阿哥。若是派了五阿哥，那他就自求多福了。皇上，您梦魇了，怎么了？如意，哎，方才朕梦到了永城，梦到了朕独自入林遇刺那一日，那两支冷箭到底是谁放的？到底是谁要害了朕的性命啊？那件事儿，傅恒大人不都已经仔细查过了吗？没查到什么呀。你知道吗？那日是一匹野马引朕入林的，而今日朕才知道，原来永城善于引逗野马。皇上怀疑永城啊？这皇位在上，本就难保父子之情。那日凌云彻来救朕之时，明明看到永城骑马在朕之后才入林的，可他为什么没有出声寻朕？这险情一出，他立刻赶出，时机这般凑巧。况且，朕也知道嘉贵妃母子的心思。当初嘉贵妃对后位有多热切，永城对太子之位就有多热切。朕已经派人去查，永城当日的行踪是否如凌云彻所言。若是永城真拿朕的安危来讨朕的欢心，那他就不配做朕的儿子。是。先别想了，明天还得上朝呢，睡吧。啊？来。这回朕要你秘密跑了一趟木兰围场，你事办的怎么样？奴才谨遵皇上吩咐，表面巡防了木兰围场，暗中仔细查访了当年行刺之事。你暗访的事情，没露任何异样吧？没有，奴才细细查访过。当年凌云彻为克嫔娘娘遛马，应是漫无目的的才闯入林内。而当时确实有人看见皇上入林时，四阿哥也紧跟着进去。在这段时间，大概四阿哥去的是皇上的方向，所以皇上一有险情，四阿哥立刻赶出。这林子那么大，永城入林之后未曾出声，是否是在寻找朕，还是等朕涉险再去救人？此事奴才实在不知，只有四阿哥自己才知道啊。那永城马场之事呢？四阿哥的确熟悉野马习性，也喜驯马，常在马场逗留。好，朕知道了。你去传旨，凌云彻护驾有功，封他为御前1等侍卫。这。
皇上，傅恒与刘统勋求见，准噶尔又生事了。哎，回来啦！啊，回来了。你快把东西放下，跟我出去吃饭。吃什么饭呢？你现在升官了，成了1等侍卫，那可是给咱们长脸的事儿。左邻右舍知道了，都嚷嚷着要喝酒。我在四医园订了几桌，还请了你的旧友和同僚。你快点去露个脸，省得人家说你当了官了就摆架子。是不是过于张扬了呀？这长脸的事儿，干嘛不让人家知道啊？我是皇上的近臣，得到赏识自然是好事儿，但是过于张扬，这反而不好了。这人物可都请来了，在那等着了，你去不去？哎呀，你呀！我就问你一句，去不去？换身衣服。快去换。如意，你瞧瞧，嘉贵妃给御史写的家书，里面极尽忠心所言，还要御史一族竭尽所能的效忠朝廷。如今，御史族内回信了，除了请安谢恩，还要朕派皇子去巡视御史。巡视御史，皇上想好了派哪位皇子去吗？派永成去呢，无疑是让他亲近了御史。这永琪啊，年纪虽小，但行事稳重，朕在考虑是不是让他去。其实宫中皇子就这么几位，难道御史不会想到皇上会派哪位皇子去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猜中了这会派哪位皇子，然后有所筹谋？正如皇上所言，若派永成前去，自会让他亲近母族，助长外戚势力；若派永琪去，嘉贵妃不喜永琪，御史岂会喜欢？再说山高路远的，永琪要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，皇上可不好怪罪御史，不得不防啊。如意啊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这既然如此，朕就派咸亲王去出巡御史吧。咸亲王见识极明白，就算御史有不轨之举，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是啊，若是御史真敢如此的话，咸亲王也可借机敲他。皇上圣明。前些日子，朕派人在查野马入林之事，这永成的行迹可疑，背后必定少不了嘉贵妃的指点和御史的支持。朕打算让他出宫开府。总之呢，离嘉贵妃越远越好。是。哎，给我。请皇后娘娘安。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，玩吧。永琪呢？放这儿。吴阿哥在里边用功呢。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穹庐为室兮毡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居长途死。皇娘，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快起来。皇额娘请坐。你的字写得越来越好看了。皇额娘，昨日皇阿妈召见儿臣了。皇阿玛跟你说准噶尔的事啦？皇娘如何得知的？你方才读的诗是细君公主的《黄鹄歌》，虽未直言边塞事，但句句事关边塞，更是提及了为家国远嫁的公主。儿臣惦念姑母，皇阿玛也是十分思念姑母的，所以儿臣已经向皇阿玛进言，既然达瓦齐不思姻亲之意，如此不逊，那皇阿玛也不必再姑息了。不如为了大清安定，对准噶尔用兵，也请姑母端书长公主还朝，如此也可全皇祖母和姑母的母女之情。
皇阿玛跟姑母的兄妹之情。永琪啊，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你皇阿玛也是知道的。以前皇额娘让你韬光养晦，以待来日。如今你的时日来了，要好好珍惜，替你皇阿玛分忧。但是，也得谨慎行事。儿臣明白，儿臣一定谨记皇额娘的教诲。准噶尔达瓦齐藐视朝廷，心存逆反，不愿顺服。朕决议不再姑息，命2路进兵，征讨达瓦齐。是。巴林部亲王熟悉准噶尔，可指挥作战。再命巴林部2000将士参战，早日平定准噶尔之乱。皇上圣明。皇阿玛曾让儿子在兵部学士，如今对准噶尔用兵，儿子居然不知。皇阿玛是不打算用儿子了吗？先别着急，我怎么能不急啊？这2个月来，皇阿玛多番赏赐三哥和五弟及他们的生母，我与额娘无人问津。而且额娘所说御史要求皇子巡视，皇阿玛居然派了贤亲王去，根本没动我和五弟的主意啊！皇上此次安排确实在咱们意料之外，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永长，不是额娘说你，那日在御苑你也太不小心了。那天你对那些野马亲近，怕是皇上起了疑心了。儿子只是想在皇阿玛面前表现表现，皇阿玛这就对儿子起了疑心了。算了，也许是额娘多虑了。不过咱们此前的安排算是全白费了，只能日后再做打算。对了，永成，王爷那边传来口信，让额娘给你找个福晋，寻门得力的亲事，以作后援。李公公到。